是他呀，放出来了。我的天啊！他是谁呀？这个人叫齐卫东，以前呢是梅市口一带的流氓头子，被抓起来也是以涉黑定的罪。刚问，昨儿早上放出来。死亡时间大概在凌晨2点左右，瞳孔浑浊与尸僵程度也相匹配。看来他出狱之后连24小时也没坚持住啊。这么多刀伤，会不会是仇家报复啊？不只是刀伤，像这样的打击伤有好几处，而且刀伤有戳刺伤和划砍伤。目前不知道是不是同一把凶器，得回去进一步做尸检确认。小姐，这进展如何了，这个？周显他们呢？哦，周队啊，他跟关队去走访这个原先齐卫东的那些小弟去了。啊，这案子要是牵扯到涉黑啊，分分钟也就破了。您老大昨儿出来了，知道吗？瞧，您炸我们是？昨儿个就是我带兄弟们去接的，后来我们一块儿吃了饭，跟哪儿吃的？跟我那儿啊，吃的火锅。然后呢？然后，这东哥出来，我心里手头比较紧，我就给他塞了1万块钱。我心想，哥几个将来还得在一块混呢，不是？你小子这么好心，给了他1万块钱。周队，您这么说我就不对了。东哥虽然进去蹲了几年，但他必定曾经是我大哥，大大小小都罩着我。咱做人得讲良心，不是？喂，亚楠那边差不多，让他回去。啊，走了啊。哎，周队，那个见着东哥，您跟他说要没饭吃，让他过来找我来。啊，我这儿有饭吃。估摸着你不用为他操心了。啊，慢走您的。你好，你找谁呀？哟，小赵，欢迎欢迎欢迎来到我们长风支队啊！哎，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赵倩，刑警学院研究生，今儿刚从市局调过来，曾经参与破获915连环杀人案和423的强奸分尸案，可谓是经验丰富啊。来我们这技术队屈才了。您过奖了，周队。哎，怎么回事？见美女都傻了是吧？欢迎啊！周队，高法医。哎，师姐，你是在技术队呀？不是每个女生都有机会被分到外勤组的。早就想向你请教了，以后终于有机会了。客气，还得需要你多照顾。我？哦，对了，高法医让您过去一下，说是验尸结果出来了。哦，那我小赵，我先去啊。哎，小李，带他熟悉一下啊。好，师姐再见。这老哥死的还挺复杂，左肋下、左肩和右侧腮腺与颈动脉的交界处都有明显的打击伤，35处刀伤中有34处是划砍伤，还有1处戳刺的贯通伤。是先挨的打。对，你看靠近右侧斜方肌位置的伤口，伤口覆盖的软组织损伤，伤口的出血情况也很符合打击伤的创伤分布。不过最后的致命一刀从左胸刺入，凶器应该是一把宽约3厘米、左右对称、中极高、逐渐向两边变薄的利器。说白了就是把匕首。我只能描述凶器的形状是什么，你们来判断。前34刀避开了要害，最后一刀却这么致命。光是一次戳刺不可能造成那么多位置并不重叠的动脉割裂，应该不是同一个人。从解剖所见，凶手刺入后还拧动过凶器，增加了体内脏器的创面。这就对了，2种伤口，2把刀，2种动机。死者随身携带一个黑色的挎包，里面装有刑满释放的证明，现金297块6，其中6毛是硬币，橘色的打火机1个，钥匙3把，天宝电子商城的发票1张，开票金额是7499，没有写具体的项目，也没有找到对应的物品，开票日期是昨天，还有薄荷糖2粒，应该是酒店赠送的那种。建议根据物证信息还原被害人遇害路线和途经场所。我们目前掌握的是，齐卫东昨天晚上应该是和以前的一个叫妖姬的小弟喝了酒，
而且喝的并不多。但事后呢，和2人以上发生了肢体冲突，时间是他在遭遇真正袭击之前。而且我不认为他身上的打击伤是那会儿留下来的。各外侦探组走访时，务必要结合物证信息，争取找到突破口。哥几个，卖卖力气。散。还有一个事儿，那个齐卫东出来以后，跟一个叫妖姬的人吃过饭。我总觉得这个人有问题。妖姬？哎，关队。技术队新来了一个女孩，叫赵倩，业务能力相当精湛，脑子不比周鑫差，一定得小心一点。派出所和监控的汇总到了吗？哦，我正准备拿给您。放在办公室吧，我一会儿过去。好。这是暗房监控拍到的，凌晨1点17分，齐卫东走进案发地点。这是12分钟以后，另一名男子走进案发地点，在胡同西北口路口处，再打一辆车，像是同一个人。这出租车的车牌号多少？这次是角度问题，车牌中间有2个号码看不清楚。可以把这个号段报给交管局，看看能不能发到下面各出租公司，然后再查一下这个号段都有什么出租车，再逐一筛查。哎，用不着那么麻烦了啊！沿着车辆行驶的方向调取沿途的监控，总会有合适拍到的角度的。啊。哎呦，不全，他妈啥呀这？法官，对这有什么看法？其实咱们对案发现场周边的走访还不够透彻。那行，那我再带人亲自摸一下。我也跟小周出去转转，有什么情况咱们随时沟通吧。好。我去前台问问，你坐会儿。哟，妞儿换的挺勤的嘛。送给你。橘色的打火机1个，还有薄荷糖2粒，应该是酒店赠送的那种。给你打听个事儿啊，这个人见过吗？其实昨天晚上你们走了没多久，他就来了，也不知道是因为喝大了，还是挨打了，脾气特别不好。先生，不好意思，我们给打扰了。先生。一个黄毛丫头敢他妈哄我了啊！你操！不行，老哥。哪个军区的？我是警察，您是军人，咱们也算一家人。这个人，昨天晚上您在这见过吗？见了呀，我看见这家伙在那门口把你揪出去了。后来怎么了？嗨，冤家路窄。7年前呢，我把他给送进去了，这不是有点记仇吗？来，师傅，咱都走2小时了，这黑灯瞎火的，这走访谁呀？咱废话，齐卫东就是后半夜被害的，只有这点没睡的人，
才有可能目击到案发情况的，知道吗？哦。问你个事儿啊，昨儿晚上1点多到2点多，你都接待过什么客人？问这么多，警察呀？还真巧了啊！啊，这时间段接触过什么人？1点到2点。哎，我想起来了，昨天晚上临关门的时候来了个男的。多少钱啊？80。80。瞧您用这手机，不像擦钱的人啊！警察同志，我跟你说啊，这手机他肯定是偷的，根本就在我这消费不起。他走的时候我追出去了，鬼鬼祟祟就把你手机从手机袋掏出来，揣口袋里了。什么袋儿？白色苹果手机袋。2公里内的垃圾桶给我挨个翻，找一个白色的苹果手机袋。收到，收到。喂，法官，你还记得齐卫东的遗物里有一张天宝电子城的发票吗？啊，就7499那张发票，怎么了？是个 iPhone 7。找着了？没有，机器没找着，找着这个包装袋，还有一个，这个是，是一。喂？喂？喂？啊，周鑫刚才电话说，齐卫东遗物里边那张天宝电子城的发票，买的是个 iPhone 7。是说，他们找着了那个包装袋，就是不知道里边东西去哪儿了。如果昨天你不见高亚楠的话，就不会遇到齐卫东，遇不到齐卫东，就不会给我惹这么大的祸。本来应该挨揍的是你，我替你顶包，然后我还挨你骂。你是不是我亲哥？我把你当亲哥，你把我当表弟是吧？你别拿剪刀指着我，你想2次伤害啊？你跟我说说，当时怎么打的？过来！有病吧？看来他指甲里留下的皮肤细胞是你的 ，DNA 很快就会被查出来。我靠，那怎么办啊？能怎么办？只能我背这个黑锅了。那个发廊女如果说的是真的，那么按时间推算，那个拿走 iPhone 的人和监控里打车的人应该是一个人。看到死者被害以后，把手机给顺走。喂，哥，啊，是吧？我刚才在窑街地方发现那小子贩毒。你在哪儿呢？不是说话不能同时出来吗？我戴着帽子、口罩、挡着脸的，你放心吧，我先挂了。喂，怎么是你啊？我这在哪儿啊？你什么人啊？哎，这句话应该我问你吧？我不是跟你说过我是警察吗？啊，你看你这。人家都是警察抓贼，你这东躲西藏的，哎呦，我真没看出来你哪点像警察呀？你这让我跟你解释多少遍？你不是看过我证件吗？那也不是你的证件呀。我是正在办案呢。哦。然后误打误撞，我就稀里糊涂就跑到你们家来了。你赶紧把我放了行吗？别影响我出去为民除害啊！快点。哟，对了。你说，如果我现在要是报警的话，算不算是也是为民除害呀？你什么意思啊？你要干什么呀？啊？就这个意思。那人中等个，20来岁，剃个圆头，看着不像什么好人。
去哪儿？往前拍吧。那最后在哪儿下的车？我拉着他满城转悠，开了半个多小时，直到最后。行，就这儿吧，我到了。我知道就这么多了。我今天份钱还没赚够呢。多少？送你去。通缉令上的那是我弟弟，叫关宏宇，我是他哥哥，我叫关宏峰，我是长风支队的刑警，行了吧？你弟啊？怎么可能长得一模一样？那这就是事实，我也没办法呀。你上网查查，长风支队的刑警关宏峰，你看看是不是我？你查查行吗？给我老实点啊！哪有这么威胁客人的呀？真是。找着了吗？哎，别怕，别怕，我不伤害你。你干嘛？我刚才跟你说的都是实话，你怎么就不信呢？抱歉啊，打扰你工作了。啊，我走了。昨天晚上我跟老婆吵架了，就没回家。干嘛？关门了？手机，要吗？我看他卖手机挺着急的，一想应该不是正经道上来的，所以就跟他说3000块钱。手机还在？啊，在，就这个手机。两位慢走。这小子叫王辉，总号称自己是满清一少，也就是所谓的满哥。他曾经在塔山的一家台球厅工作。这塔山妖姬不是也混那边吗？哎，你打没人了？哎呦，这位，老实点。看我这撂谎是吧？啊，还有绰号叫阿玛，那是跟你混的吧？齐卫东到底出了什么事呢？他！哎呀，周队，我不都跟你说了吗？那天晚上七哥跟我在这儿吃的饭，我给他撂了1万块钱，后来我就没有看上。去！扣上，带去，全都带走。你这算怎么回事啊？我他妈什么事儿都没犯，你什么事儿都能往我身上赖。妖姬这儿可能是问不出什么来了，要不问那些小弟？问过了，也什么也没问出来，个个装的跟义薄云天似的，肯定通过气儿。我去试试。妖姬为什么给齐卫东拿1万块钱？他是不是让齐卫东给他送什么东西啊？送什么东西能赚1万块？警察叔叔，要不你给我介绍介绍？你卖过粉吗？你们那点破事我早就摸清楚了，都给我老实点，听见没有？赶紧说！那天晚上，满哥和我们在一起吃饭，吃完饭撤了，他说去找小姐，后来没有找成，鸡哥打电话把他叫走了。妖姬说他喜欢嫖娼，是这么回事吗？还真是，那小子恨不得天天干。他经常去哪家？他好像跟我说过一家，还给了我一张卡片。对，就这个。目前可以拼凑出来的是，那天吃饭，齐卫东从妖姬那儿接了1万块钱的活儿，但是齐卫东拿了钱，活儿没接，最后不欢而散。半个小时后，妖姬跟王辉联系，把他叫走了。然后呢，妖姬让他去拿货地点，
是距他们吃饭地方不到3公里的岳庄桥，也就是案发地的附近。再结合发廊那娘们和我说过，王辉当晚出现过，王辉又是姚姬的小弟，所以齐卫东、姚姬、王辉他们3个之间必定存在某种关联。周队，这是王辉近1个月以来的通话记录，我们发现有一个号码特别可疑，通话记录频率特别高，1个月40多次。这不就是卡片上的电话号码吗？40多次，够猛的。目标锁定了，在景阳区秀春路一带。好，保持联系。出发。已经到博美酒店楼下了，确定是这里吗？确定。电话号码身份显示是女性，应该不是本人实名登记。下车。你好，我们找个人，咱们分头搜。快，走。去这边。我们没办法，你们抓我干什么？你认识他吗？我不认识。老婆，我错了，老婆，你跟我回家吧。我不认识你。我是来出差的。带走吧。走。快点。喂，王辉上钩了，约在岳庄桥见。下一步我们该怎么办？喂，我是关宏峰，你听好了，你们约好的那个王辉是个毒贩，身上肯定有枪。你去找刘长勇，让他派一个外勤的女警察过来，假装妓女去摸一下情况啊。哎，我跟他说。哎，对了，你跟老刘说啊，让他派2探组的孙小燕去执行这次任务啊。周队。我申请来执行这次任务，现在时间紧，调人至少要半个小时。我可以的。我去上个厕所。哎，老关，一块儿吧，我也想去。哎，咱俩得留一个人等周书童啊，要不你先去吧。行，算，你先趁我走，你先去。你没事啊，哥？啊？别管我没事。听我说，王辉是个毒贩，身上可能有枪，所以贸然进去会有危险的。所
从我们对王辉和皮雕客1个月以来40多次的电话监控来说，我们分析这个人应该有性欲亢进症。现在正是他性瘾发作的时候，也是诱捕的最佳时机。我知道了，你放心吧。啊，对了，周树东主动要求假扮妓女去王辉的窝点打探虚实。一会儿你在布控现场测样的时候，一定要把握好分寸。周树桐去了，你答应他。时间不多了，赶紧出发吧。出门要快，一直走100多米左右，然后对面路口，我跟他们说我是出来上厕所的，过去吧。那你没事啊？放心，没事。哎，老关，那个王辉要求皮条客亲自把妓女送到路口，说到那儿再联系，而且还不许妓女带手机。这样行吗？这能给带了吗？听好了啊，等一会儿进去一定要见机行事，观察环境以后跟我们保持联系，迅速发出信号。我现在跟你对一下行动暗号：你真帅，就代表里面只有王辉没有别人；你真行，就代表他没有武器。只要你发出这2个信号，我们就会立刻行动。王哥，人我带来了，不错吧？没骗你。新来的？嗯。叫什么名啊？莎莎。莎莎。多大啊？23岁。大学生啊？啊？刚毕业不久。你这衣服脱了吧，你不热吗？哥，你真帅。是吗？你比他们说的都帅。是啊。那他们还跟你说我啥呢？哥，你这是仓库吗？放的都是些什么呀？来，妹妹。渴了吧？喝杯水。啊，我不渴，谢谢。你看，哥又不是坏人。操，孙子不会下药吧？不会他妈出事儿吧？所有人注意，行动！哎，今天晚上的事儿，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都给我自己掂量着办啊！师傅，师傅，冷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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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傅，那天在饭桌上，那东哥答应1万块钱替鸡哥送货。但是东哥听说送什么货以后，当场就翻脸了。你把别人往火坑里推，我管不着。
反正老子不陪你玩。没想到那东哥他软硬不吃的，还说要告发我们。鸡哥就不放心呗，派小飞和瘦子过去跟着东哥，没想到让东哥一顿打给打回来了。那个鸡哥就让我去送货，送货，然后我就拿着货就去那块儿，结果我就看见。喂，耀哥，出事儿了！我马上就给鸡哥打电话，问他该怎么办。鸡哥说让我在那等着，他马上就过来。过了十分钟，鸡哥就到了。我本来以为鸡哥是要把东哥送到医院去的，没想到他就……你小子干的？我哪有那本事啊？不知道什么人干的。耀哥，现在把他送医院还有救吧？这个。不是，耀哥，东哥以为砍他那个人是鸡哥派过来的，一睁眼一看到鸡哥就要跟他拼命，然后还说要把我们的事儿都给捅出去。砍人那人长什么样看清了吗？不过那一瘸一拐的，应该是个瘸子。王辉说我捅东哥的，对。靠，他不仁我也不义了。我说，我都说。周队，给我根烟。王辉碰到东哥的时候，正碰到东哥跟一人打架，东哥身上中了好几刀，地上流的全都是血。王辉掏出匕首去帮东哥，结果那哥们还他妈挺厉害，一下就把王辉给制住了，顺势一推，俩人倒地上。爬起来的时候，王辉看到匕首正好扎在东哥的胸口上。那人一看这样，撒丫子就跑。大伙都是兄弟，我把兜里那几千块钱给他了，后来就没联系了。王辉说是姚姬干的，姚姬说是王辉干的。不管是谁，总还有一个人得把那瘸子找着。喂。哟，找我什么事儿啊？喂，你怎么不说话呀？我是来自首的。那天晚上，你他妈，看你他妈还瞧得起我！臭丫头，瞧不起我！打我！当时我很生气，我只想教训一下他，并没想杀死他，所以我划了他30多刀，都避开了要害。如果有人发现，1个小时之内把他送到医院，他就不会死。可齐卫东最后还是死了。
你知道凶手是谁吗？我走了以后啊，又不放心，我担心，万一没人发现，他死了怎么办？毕竟啊，那个胡同太偏僻了。于是我就返回去了，我就看见了。 走。 你也别太难过了，先喝点水。我不知道怎么才能让他从轻发落。5年前，我们全家开车出去玩，回来的时候，老耿着急回部队开会，结果追了一大货车的尾。我们的女儿小燕脑外伤。 送到医院的时候，已经脑死亡了。还是老耿做主，说把小妍的心脏捐献出去。他说只有这样，才能让他唯一的女儿继续有在这个世界上的意义。我也知道。 他经常去酒吧看的那个人，就是当年接收我们小妍心脏的人。是因为这个原因，耿说是为了保护那个姑娘，才对齐卫东动手的。无论如何，我希望你们网开一面，从轻发落他。 尸体明显被移动过，你现在抬走的话会破坏现场啊！拿走吧，拿走吧，拿走，拿走，走。哎，董涵，消息可靠吗？派出所那边说了，肯定是命案。这主要是能不能上头条啊？你们猜这个车主是谁？谁呀？谁呀？李地森。林少礼呀，这个花花公子，这么严重的案子，咱能进去吗？ 别人肯定没办法，但我绝对没问题。怎么样？1男1女遭同一利器戳刺致死，两者死亡时间基本一致，都是在凌晨1点到2点之间。遇害后，2具尸体都被重新安置过。报告，报告！啊？技术队在里面吗？他们让我拿这个。在里面忙活呢，快快快！好。 小王，哎，带走。 2名被害人应该是在车内发生关系的时候遇害的，不过有些古怪。古怪。首先，凶手在杀害2名被害人以后，重新布置过现场，也包括被害人的尸体，还有衣物、坐垫，甚至移动过座椅。而车上 GPS 的最后一条记录，就是离这里很近的一个叫火工俱乐部的地方，有可能被害人昨天晚上去过这个地方。啊，对了。 这个手机很有可能是男性被害人故意设置的。嚯，
五马，你们没权扣押我。冒充支队刑警，进入警界线封锁的犯罪现场，泄露侦查阶段的重要线索。这案子前职，让他们看着办。哎，你们这是司法滥权，你们这是非法剥夺我和广大受众的知情权，你们必须要给相应的解释。从你的手机里至少有3张照片发出去了啊！你知道这些侦破阶段的重要案情发出去，让凶手看到他会怎么做吗？我告诉你，他可能会销毁证据，有可能会马上出逃，甚至在你们的宣传鼓舞下会继续作案。你要是脸皮够厚的话，把这些说辞对被害人家属说去。回头那个3枚血迹指纹写上。怎么样？关队，置物座椅上发现了3枚血迹指纹。应该不是凶手的，他不会把自己指纹留在车里。哦，我们还发现了几枚胶字指印。胶字指印，果然，他对自己的手指部分做了处理。哎，这个放这边吧，谢谢。那些玻璃碎片收集的怎么样？哦，办公室还在做筛选。关队问，就这个，怎么样啊？哎，不怎么样。这种玻璃一旦碎了，它会形成大部分边缘是钝角的蜂巢式的碎片，形状还很相似。我们只需要找出那些形状不一致的、有被外力破损痕迹的碎片，拼出局部的被打击的破损口。这样不就可以了吗？是啊，来，关队。哥，其实啊，咱们早就该换个地方。周巡那老狐狸3天2头往咱们家跑，迟早得露馅。这次是没办法，还是家里比较安全。这个地方待多了，一不留神会被发现的。其实你上次来的时候就已经被发现了。上次，啊。我要是不相信你们的话，我早就报警了。我靠，师傅，这李成2人遇害案新闻已经上了10多万了。谁？刘长勇，这是你干的好事儿啊！董涵被羁押前就已经把照片发出去了。如果我们拿住人，还能把照片要回来。现在可好，人和照片都在外面了。就你嗓门大，都已经这样了，你再嚷嚷也没用了。来，都坐吧，说说情况。经尸检确认，2人的死亡时间可以精确在凌晨1点20分左右。如果开会直接让我讲什么，我可就没戏唱了。你一定罩住了我啊！等一会儿听我怎么说就是了。轻点儿。男性死者左后脑枕骨处有明显的戳刺伤，该凶器呈3角形锥状，尖端为60度的夹角。继续让技术队介绍情况。那你们这边呢？凶手应该是步行进入现场。从置物座椅上提取到的3枚血迹指纹均为女性被害人的。从现场获得最重要的物证，是被害人在车前座夹缝中用来偷拍的手机录下来的案发视频。刚给大家播放的这段视频是节选之后的，移动中发生的震动使手机从夹缝中掉到了座椅下面。不过从后面的视频里的声音可以判断出，凶手在车里大概整理了有12分钟左右。问技术队左后车窗是被什么打碎的？那车玻璃呢？通过破损处的形状，初步推断出车窗应该是被一个边长为0.25厘米左右的等边3角形锥状利器打破的，和凶器形状一致。等边3角形锥状，60度夹角，真的是破窗器吗？那现场有没有发现毛发、织物、脱落或剥落的漆片或者其他 DNA 证据？没有。凶手清理现场的时候有没有特殊的清洁剂残留？
也没有。目前掌握的线索太少，由于案发时间和天气的原因，找到目击证人或其他残留线索的希望比较小。从视频里来看，凶手的特征很模糊，尤其是看不清楚凶器的形状。哎，对了，技术队在这方面能做进一步处理吗？恐怕不行。如果我们把视频交到市局总队的技术部，或者是专门的物证鉴定机构的话，那么可以得到高度的锐化处理。总队那边的技术队跟咱们差不多，干脆直接送物证鉴定中心吧。物证鉴定中心那边我去，那边我收，我会让他们尽快给我结果。让周迅留下。哎，周雪，稍等一下。有事儿。鉴于目前已经泄露太多的信息，以下要说的，知道的人越少越好。事实上，现场证据呈现出的最明显特征是，凶手很可能存在某种轻度的强迫症倾向，也就是我们可以称之为犯罪标记的一类特殊行为。同时，凶手熟练地清理了现场所有可供辨识的证据线索，感觉上这不像是他第一次作案。那我去市局请示，调动警力，去核查近5年全市范围内有类似特征未结的命案。要是查遍市局档案，还没有发现类似的案件的话，那就呈报公安部，在全国范围里查。你能不能把筛查范围缩小一点？气候特征、目标特征和行为特征，那就是暴雨、深夜以及幽会的男女，这3者共同构成了一个近乎理想的犯罪环境。筛查结果一旦确定这是全市范围内的连环命案，市局可能会成立专案组。然后会从涉案辖区各分院局抽调刑侦骨干，协作破案。行，那就辛苦周队今天晚上带着大家翻案卷。周队，啊，找到一起。去年向阳区亮马河南草地，海港区那边来气了，也发现2起。哎，老关，怎么样？哎，加上昨天那起，近5年来，全市一共发生了4起类似的案件，1年1起。周队，海港支队到了。哎呀，来了，都起来了啊，干活了，快点！海港支队赵新成，嗨，您就是关队吧？久仰大名。现在只是个顾问。我也带了个顾问，海明。我们支队韩松阁教授的儿子，主业是律师，是我们队特招的人才。挺好，希望有机会能跟你们父子俩好好切磋切磋。那行吧，咱们看看案子。来，走。从时间顺序上看，海港这2起是头2起啊。根据你给我的筛选标准啊，确实在前年和大前年有2起非常类似的案件，细节卷宗里边都有，你们自己看吧。这是我们辖区昨晚的那起，这案情都差不多啊。老郑，你说这个并案侦查有什么实际效果吗？在凶手连续作案的情况下，我们从每起案件当中找到其中的相同点和不同点，这样就可以找到他新的排查方案。而且这么多起案子，他一直保持步骤一致。前2次难免还会有些不一样吧？你们昨天的这起案件当中，推测凶手摆放尸体以及清理车内使用痕迹，大约用了12分钟，但他第1次用的时间似乎更长了一些。看来这名凶手第1次处理现场不太熟练啊。哎，2位大师啊，先看看有什么价值的这个排查线索没有？从视频上来看，凶手是名男性，大概1.8米左右，可以推断出他应该有轻微的强迫症倾向。虽然他是步行进入现场的，但是依据现场的案发时间和地域环境，可以看出他应该是有自驾的工具。凶手应该不低于40岁，正在或曾经从事着跟刑侦类有关的工作。能够在这个时间段四处游荡，应该是独居，或者跟年长的父母同住。冷却期有点长，那也不排除他有正常的家庭生活。能不能把范围缩小点？周队，送来的监控视频里
查到一辆车。看看去啊。周队，法医室怎么走？我想看些视频。啊，法医室那个，我带你去吧。好。伤口有9公分深，这应该就是凶器的长度。凶手想要利起车窗有颅骨保护的头部，必定会用尽全力。而凶器一旦穿过颅骨，力量惯性自然会导致贯通到底的结果。能判断凶器的开锋角度吗？应该是某种夹角60度的3棱锥状头，应该是某种可以单手持握的压力装置，而且不只能使用一次。那就是电子压力装置，倒是符合破窗器的规格。我也这么想，凶手很可能是把破窗器改装成了一种依靠电子压力装置驱动的突刺锥。可惜这对排查似乎也没有什么帮助。谢谢高法医。从12点到凌晨2点，经过案发现场周边路口的车一共是17辆。监控有拍到被害人的车辆吗？什么时候进入现场的？还没有查到，有可能12点以前就进入现场，也可能凶手从火宫俱乐部就开始跟踪了。不管怎么说，先从监控里找被害人的车。喂，好了，物证鉴定中心那边有消息了，过去看吧。我跟你一块儿去吧。哎，老刘，外面都是记者，走车库啊。一起去吧。刘队长你好，我是中心研究员范丽云。你好。请问那个视频处理的怎么样？你们看看吧。可以给我们拷贝一份吗？啊，好。我刚才看到视频里凶手所用的凶器好像是个深色的盒子。根据车内环境分析，应该是红色的。那这盒子上面好像有文字吧？这个可以还原出来吗？目前整体视频效果已经是我们处理能力极限了，这种局部还原要等王主任回来之后要探讨一下，但结果呢，不太好说。那就拜托了。喂，找到了。你等一下，关老师，昨天晚上11点多的时候，被害人的车辆离开了火宫俱乐部，一辆银灰色的捷达尾随，捷达遮挡了前后的牌照。如果真是凶手的车，那他还算挺聪明的，什么线索都没留下。不对，这次他搞砸了。是因为拍下了视频？不只是视频。明天不要在这交接了。为什么呀？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为什么选择这个地方。时间到了，我先走了啊。走之前来杯喝的。关队长，工作期间可以喝酒吗？澄清一下啊，我呢就是个外聘的顾问，不算是公安干警这个编制啊。你们在物证鉴定中心分析的那段视频，是凶手自己拍的吗？不好意思啊，这个侦查阶段呢，保密，无可奉告。有什么进展吗？17辆车的车主啊，我找到13辆，不过基本上都已经排除了。如果说嫌疑最大的，应该就是那辆遮挡号牌的银灰色捷达。喂，你那高参有什么建设性的意见没有？这不在里边问话了吗？辛苦了各位啊！早上有什么事儿我们再通知你，好吧？还有，海港区支队那个叫韩斌的顾问，你要对他特别留心，有一种说不上来的古怪。捷达车的监控视频已经送去物证鉴定中心了，但是鉴定中心那边在问有没有什么特殊的要求。主要还是车身细节，加深对比度，看车辆灯光是否齐全。对车辆经过泥泞路段的画面
要清晰化处理一下地面上的胎印，看车身细节是否有刮蹭类的事故痕迹。关队，您看还有什么？还有就是车尾后部是否能够找到用以识别车辆排气量或型号的标识？好，我这就去打电话。好家伙，这一堆记者把门口都堵死了。媒体这样大肆宣扬，甚至渲染案情，可能会导致其他恶性结果。周队，车震杀手疑持破窗器行凶，警方获案发视频，秘而不宣，什么意思？他们怎么会知道我们这儿有视频？说不定，咱们去物证鉴定中心时，也被跟踪了。那破窗器呢？都谁知道破窗器的事儿？你、我、高法医，还有这2位。那这消息怎么漏出去啊？韩斌，你刚才说，如果作案特征泄露出去的话，会导致什么样的恶性结果啊？我们最好祈祷这种结果不会出现。喂。什么？好，我这就过来。把这个车窗的细节仔细的拍一下啊。老关，赶紧看看。哎，董涵，来一下。我来，看看够。记者同志，这一系列案件的凶手已经加快了作案的频率，我们一定会尽全力破案，减少类似悲剧的发生。不过，也希望你们媒体能够如实报道。好，董记者，请吧。很明显，这是一个完全按照媒体公布的案件特征作案的模仿犯。你看看这凶器，这车窗不是被破窗器击碎的，而且这车里的2名被害者也不是所谓的车震。那这俩人什么关系啊？民政局登记在册的2口子都是遭戳刺致死，凶器倒是一样啊，不太一样啊。之前几案中，凶手使用过的凶器用于戳刺部分的长度应该不超过9厘米，而这次凶手只注意了凶器形状的吻合，却忽略了长度。那凶手要是想这回推陈出新呢？即便是如此，也不能改变他明显的作案特征。凶手在杀害2名被害者以后，并没有重新摆放尸体，也没有重新整理里面的物品。那我们利用媒体对外声称是同一案犯所为，就是希望这2名凶手能够放松警惕。既然不是那个连环凶手所为，那么作为目标的2名被害者，应该是对于凶手来说存在某种指向性。这个案子不难破。先查一下2名被害者的工作关系，还有从这个资金状况和社会背景查起。如果不出意外，这个凶手的动机应该就在其中。行，干活。这2名受害人中，徐建国53岁，京港人；曹艳茹27岁，河北邯郸人，无业。这2个人呢，是去年10月份登的记，登记的时候还附了一张财产协议，就是在有生之年与徐建国离婚的话，曹艳茹自愿放弃一切财产主张。目前能查到的，他的房产有2套，已知存款大概是500多万。我们现在再看一下他的基金理财状况，然后就去股市那方面跟进。那个曹艳茹从舞蹈学校毕业之后，曾一度留校任教。她是去年初辞的职，和徐建国结婚之后，开了一家广告公司。哦，刑天广告。对对对。案发车辆是登记在徐建国名下的，曹艳茹名下登记的是一辆红色的科鲁兹。在曹艳茹的私人物品里找到了一张存折，不过好像也没剩多少钱。再就是1个月以前，曹艳茹就把银行的存款从30万取到了27万。这是关队找到的典当合同，典当价值总共是16万5。半个多月以前呢，以现金的方式将这笔钱付给了曹艳茹。我和关老师去了刑天广告公司，因公司与城建集团合作的地面广告项目，所以向华夏银行申请了一笔小额的10万元贷款。公司的财务告诉我们，这笔钱是曹艳茹让他们提出现金并且取走的。老夫少妻，难道是勒索？曹艳茹的车去哪儿了？
哎，虽然我不沾这玩意儿，但是这 GPS 是个好东西，至少定位起来方便啊。就是这辆。那我去保安这儿看看监控啊，看看能不能找到司机。啊，我先去了啊。不是的，我们家没有车。谁呀？小区物业，楼下有一辆牌照是港 A4595的红色雪佛兰，请问是您的吗？那辆车可把消防通道给堵住了。你们那又没写什么消防通道，对吧？干嘛？动！哎，郝正，这小子叫郭灿，自称以前是曹艳茹舞蹈学院的同学，车是曹艳茹借给他的。他为什么要把车借你？反正他平时也不开。周队，关老师让我给您的。哼。嗨，行，这就好办了。我们搜查了郭灿的住处，现金只找到1000多，信用卡是透支的，名下也没有任何储蓄账户。那就是50万都花了呗。也许他用这钱来买凶杀人。师傅，这小子以后大2小时还不到呢，嗷的了。给我！没那么容易吧？对，已经查明白了。被害人曹艳茹为了规避婚前财产协议，和情妇郭灿合谋买凶，杀害徐建国。据了解，他们是通过一个叫黄志强的中间人雇佣的杀手。我们现在已经对这个姓黄的实施了监控。哎，师傅啊，刚进去仨，包括黄志强在里面。行，我去看看啊。哎，老关，你就别上去了，好，你也别上去了，在这陪着老关吧。各组注意，疏散楼道的居民，行动！谁呀？你好，我是楼下业主，你家漏水了？我家没漏水。你咋没漏了？开门！别动！搁着，搞定了。哎，怎么才4个，还少1个呀？老师，交给你了。不好意思，关队，漏了1只啊。这没事吧？这他妈老屁股啊，打死都不肯说。看龙小弟呢？还小弟呢？知道个屁呀！知道。我们从黄志强家里和公司起户的现金里确实有部分连号，而且跟曹艳茹从银行里取出来的连号是吻合的。现在这个人证物证都有了，关键是怎么找到他雇来的杀手呢？这是黄志强的手机，我们发现里面有一条在案发2小时之后收到的信息。给他打过去。姓黄的，那个强哥不在，有什么事儿跟我说。那钱你还好意思要吗？啊？废他妈什么话呀！我们活干得那么漂亮，凭什么不给钱？你把雇主都杀了，还他妈好意思要钱啊？最多10万跑路，啊，拿着钱赶紧滚蛋！银行转账容易被查出来。这样，我拿现金给你，咱找个安全的地儿交易一下，啊？老关来了。我说老关，你这买贴膏药买到爪哇岛去了啊？这大半夜的，药店很难找啊。这贴这儿就行了。
怎么样啊？啊？还有辆黑色的奇瑞在这儿都绕了2圈了，车主是用身份证登的记，所以现在凶手叫什么名字我们都知道啊。总有贼是笨死的，那还不下手啊？哎，不着急，小王他们跟着呢，等他们拿钱的时候再抓人。保险柜，保险柜，保险箱边上停辆垃圾车，你看见没？查一下这个车的出勤情况。核实过了，是正常的清理工作。保险箱已经转移到垃圾车上了，收缩范围。等他们上垃圾车翻钱的时候，我们就上垃圾车里面翻他们。王一燕，这你妈什么味呀？你他妈赶紧上来帮我找啊！你他妈！海港队的案子还麻烦你们长风队了。哎，这太客气了。你想呢，在专案组多卖卖力，回头我再给你调2个探组。好嘞，白局，您就放心吧。行，这交接的也差不多了，辛苦你们啊！哎，客气客气，客气，慢走啊！好嘞，白局慢走啊！能不能把这些媒体记者给请过来，让他们给凶手散布一下假消息？咱们希望他们帮咱们散布的是凶手已经归案。我想，无论这消息是真是假，也还是挺有冲击力的，他们应该不会拒绝吧？行。关队，物证鉴定中心说对捷达车的那个视频有初步成像的结果，问咱们什么时间去看。如果没什么突破性的进展，叫他们把还原好的视频资料发过来就行了。好。这是怎么回事？替海港支队抓了几个白痴，你竟然能够宣称车震杀手归案了？市局上上下下都在问我这件事，你怎么解释？我没让刘长勇跟媒体说这些啊。刘长勇？啊！去，把他给我叫来。哎，去。老刘啊，帮人帮到底，你再帮我应付一下顾局，他到我办公室呢，都为了破案。媒体暂时会跟我们保持口径一致，咱们得赶紧找出案子的突破口，大家说说意见。为什么都一样啊？你说什么？连续作案的凶手会随着作案次数的增加，逐渐完善技巧。可这名罪犯尽管第一次作案后清理现场时间稍长，但技巧上几乎没有什么改善。没错，凶手从第一次作案就已经具备了非常完善的反侦查技巧，这一点确实罕见。当初案件的筛选标准是什么？暴雨的天气，幽会的男女，清理的现场，反映出强迫症的特征。只有第3个条件是最难发生变化的。凶手第一次作案，也许和天气以及目标对象都无关。已经找到的4起案件当中，并没有包含他第一次杀人。我们还没有找到他的第一案。重新筛查，找到这家伙的第一案。暂时放弃筛查除命案之外的其他暴力性犯罪案件，优先审查这次杜鹃号的。物证鉴定中心催咱们去看看捷达车的监控录像。不是说可以传过来吗？邮件发送好像违反鉴定中心的保密规定吧？我去一趟，要不要一块儿？也好，我给关队当回司机。您是王主任？关队长，我是鉴定中心的王志德，欢迎啊！你好，欢迎欢迎，来来来。首先是这段车内的凶案视频，我们根据支队的要求，已经进行了进一步的像素处理。还有这个红色的盒子，我们已经尽可能在技术上做了处理。这些可以拷贝给我们吗？都在这里。那些交通的监控视频呢？我们调取了所有的监控视频，根据这辆车的10个角度进行了高度锐化的像素处理。至于能够发现什么，我就无能为力了。不好意思，失陪一下。
哎，你看这还原度这么高，好像是不能灵异类的挂件。目前也就倒车镜里面的挂饰是我们作为排查线索最有价值的东西。听说凶手已经落网了。是，不过案件的部分细节我们还是需要完善。我们希望能够排除这辆车的嫌疑。王主任，那这些都在 U 盘里。好，谢谢啊，随时联系。我们现在已经把重心重新转移到寻找凶手的第一案上。是啊，这也是咱们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了。哎，你洞察力这么强，为什么要刻意掩饰啊？大概是胆小怕事吧。喂，是吗？好，找到了。找到了。来，郭老师，找到一起5年前的案件，没有雨天，地点也不是在车内，被害人也并非一男一女，但是凶手把现场清理得非常干净，整个现场都没有搜到半枚指纹。确实很像，冷却期很稳。这样，留一部分人把剩下的案卷筛查清楚，其他人跟我回支队。关队，来，说说案子。5年前的这起案子，案发地点是在杏林路以西的自由行快捷酒店206号房间。从尸检情况推测来看，案发时间应该是在前一天晚上8点半左右。被害人吕四平，他一直住在妻子的家里，无业。自由行酒店违反了治安管理条例，他没有打开视频监控，所以我们现在所掌握的基本情况都是来源于酒店服务人员的目击证词。据悉，案发下午2点左右，吕四平携一名穿着日式、打扮时髦、浓妆艳抹的年轻女性来到酒店，但是并没有人注意到女子离开的时间。死者是被勒颈窒息而亡的。值得注意的是，死者的指甲被清理过。凶手在清理现场的时候，不但清理了所有的指纹，连被害人的指纹也清理掉。我们现在有充足的理由怀疑，这是杀害李迪森的凶手第一次实施的谋杀。凶手作案后，把整个房间收拾得整洁有序，确认由尸体像烂泥一样卷伏在地上，这体现出凶手对被害人极度的侮辱，明显暴露了凶手和被害人之间可能存在着某种情感上的关联。我们查到这个吕四平曾经因为敲诈勒索，被西城区公安分局行政拘留过。当时有个共犯叫高亮，这个高亮去年因为寻衅滋事被判处有期徒刑2年，目前正在京港3监服刑呢。那得了，咱俩去探个监呗。带上我吧。四平是我发小，你想知道什么尽管问。你们俩因为敲诈勒索被拘留过，说说当时具体情况。有个家伙跟老同学在车里打快炮，正好被四平逮个正着。那家伙可能是怕丢了工作，或者是怕老婆知道吧，不但把身上所有的钱都给了四平，连手表都撸下来了。那男的好像是个什么大学的老师。那人开的什么车？富康啊，还是帕萨特、捷达？对对对，捷达，捷达。凶手很可能就是吕四平当年冒充联防捉奸在床的那个男人。回头杀了吕四平可以看作是报复，可他为什么要继续杀车内幽会的男女呢？周队，能麻烦您开下灯吗？我想再看看案卷。如果像高亮所说，凶手从事司法类的工作，当然，这和他目前所掌握的反侦查技巧也十分契合。那么他在被捉奸的情况下，很有可能体验到了那种被曝光之后的屈辱感。杀了吕四平，只是种单纯的报复，但这并不能完全抹去他屈辱的记忆。所以他在随后几年间专门寻找车震男女下手，很可能就是一种情景还原式的倒置体验。变态就是变态，啊？呀，这都7点多了，咱们回队里之前先在外面吃个饭吧。没问题啊。关队有什么推荐吗？你们先点着菜，我上个洗手间。
找到了。房卡。你确定那韩冰发现咱俩的事儿了？不但发现了，而且一直有意无意的在帮我们。为什么呀？摸不透。我们可以不特意提防他，但千万不能放松警惕。对了，媒体知道破窗器的事儿，是你透露给董涵的吗？我说哥呀，你怎么就不相信我呀？我什么都没向那个董涵透露。我想郑重地问一下在座的各位，有关于凶手的凶器，你们有没有向别人透露过？如果没有的话，我可以告诉大家，就只有凶手本人了。这就是说，凶手故意对外散布案件细节，吸引其他的凶手模仿作案。不管这是不是他的动机，也就是说，凶手很可能是通过某种途径，跟这家媒体的工作人员取得了联系。老刘，把董记者请来吧。行了，没事，散了。喂，监控都调出来了。好嘞，好嘞，一会儿见啊！我去趟交管局，看看监控里边能不能找到咱们想找的那辆捷达车。好。行吧，董局长。非常感谢你能赶过来协助我们工作。这次我们想找你核实的情况，关系到能否将凶手缉拿归案。只要对破案有帮助，我们一定尽力。喂，喂，老关，你在哪儿？是要去物证鉴定中心。董记者告诉我们，关于凶手使用的可能是破窗器的信息，正是他们在物证中心接受采访的时候，一名女性员工透露给他的，很可能就是那天接待你们的那个范丽云。就算范丽云不是凶手，他也一定会和凶手有某种关联。我们查到了他的住处，正在去他家的路上。你正好通过王主任了解一下这个范丽云的信息，咱们保持联系。好。关队长，你好，王主任。不好意思啊，没想到光盘会出问题。这回我拷贝了2份，一份在光盘里，一份在 U 盘里，耽误你们工作了，实在不好意思。王主任，这辆捷达是您的车吗？范丽云在接受董涵采访前，曾向王志革打电话请示过。王志革告诉他，可以把警方告诉鉴定中心的案件细节透露给媒体。上次我们去的时候，在门口他和关队握过手，可是进了办公室没多久他就离开了。回来的时候，他手上有洗手液的味道。那他的车搜过了吗？什么也没找到。已经派人去他家搜查了。现在小王正带着他的爱人回警队来接受询问。老关，能不能拿下他的口供？王志革属于有较强反侦查能力的暴力型罪犯，长期从事鉴定的工作。他很清楚，即便我们控制了嫌疑范围，控制住他，他也没留下任何可能会给自己定罪的证据。不管怎么说，我们还能扣押他48个小时。哎，关队，正好，王志革老婆叫唐莹，我们刚搜他们家的时候，发现这个王志革把家里收拾那叫一个干净。他平时的确有一定程度的那个洁癖，还有强迫症。再有就是，5年前这个吕四平抓到他嫖妓的时间，正好是他老婆怀孕。这些年他老婆并不知道自己的老公呢是在外面杀人，对5年前王志革那个遇见贾金房的事儿也是一无所知。我真的不明白你们为什么要这么做。无端揣测凶手使用的凶器是我不对。把案情透露给记者也确实欠考虑，但是这都不算是犯罪吧？
怎么，老婆一怀孕就管不住自己了？哎呀，你不要以为你可以逍遥法外，我们还会找到自由行酒店的员工，让他们指证你。我不会给你任何无谓的希望啊！杀了那么多人，你的良心上就没有一点自责和不安吗？啊！怎么，受不了别人碰你啊？没错，这小子不但有强迫症，还有洁癖，我一碰他就受不了。估计在看守所里边待48个小时，他应该扛不住。我可没你这么乐观。他能接连杀掉这么多人，并且每次都冷静地摆放尸体、清理现场，他没那么容易崩溃。对他上下其手，只是讨了点心理上的平衡，不能让你取得给他定罪的供述。人摁住了，找不着证据，这也太可笑了吧？啊！如果没有证据，真的要把他放了？要是所有证据都找得到的话，这世间就没有悬案。收工吧。师姐，找到什么线索了吗？脚垫和座椅套几乎都是全新的，很难找到什么线索。不过还是要试一试，明天让高哥他们把设备都搬下来再说吧。今天就先回去，早点休息啊。回来。像王志革这种在作案之后还可以一丝不苟清理现场、摆放尸体的暴力性罪犯，想要拿到他的口供，希望很渺茫。你跟韩冰才是孪生兄弟吧？几乎连词儿都没变。那次我去物证鉴定中心，确实没有发现王志革洗过手，弄不好韩冰就是那个时候发现他有点不对劲的。关队、周队，找到了，证据找到了。织物残留。对，我们在驾驶席的脚垫背面找到的。这是21支精梳纯棉线，跟长矮内裤的材质一模一样，而且您看这儿，还有血迹。这回定死就是这孙子，看样还赖。小赵，不错啊，越来越好了。这天天的老流眼泪啊！我给你看看。嗯。傻眼。什么傻眼？疲劳过度。对不起，这个物证恐怕不能用。昨天把王志革接回来以后，我特意去了物证室，取了被害人的衣物拿下来，跟车里的织物做了比对。可能当时我不小心掉下来的吧，让大家空欢喜一场，不好意思啊。老关，你怎么会？怎么？难不成你还想将错就错啊？我跟你说啊，要想做证据呢，不难。我可以帮你做个更逼真的。关队，当年在房卡上检验出了4组不同的指纹，但是没有王志革的，对吧？对。放这儿吧。对不起，高老师，我只是想……你有没有想过，如果我们用这种方式给他定罪，万一有一天，我是说万一，
我们发现真凶不是他，那该怎么办？我说过我会给他定罪，但要通过正确的方式以及合法的途径。只要进出犯罪现场，就一定会发生犯罪人与案发现场之间的物质交换，他也不例外。 你注意到他的手指了吗？这是什么？你打开手，按住他左手。这10年来，你有摘下过这枚婚戒吗？ 放开我！啊！别碰我！啊！别碰我！没关系，有这个就足够了。哎呀，干得漂亮啊！戒指内圈里面有被害人的血迹，这证据啊，再瓷实不过了啊！完美，走，吃饭，吃饭。再等一下吧，再等一个推测。 等一下，唐女士，我们在您丈夫实施的第1起案件中，发现了一枚房卡。虽然他清理过现场了，但这张房卡是吕四平开门以后留在墙上的电源插槽里的。你丈夫在勒死吕四平之后，显然不需要把它带走，所以这张房卡就成为了案发现场留下的唯一没有被清理过的物证。我们在这上面发现了4组指纹。 但没有1组指纹是属于你丈夫的，甚至也没有1组指纹是跟吕四平的指纹相吻合。根据当时酒店服务员所描述的，吕四平是和一名女士去开了房，他使用的是自己的身份证登的记，而接过门卡的就是那个女人。这个案子一直有一点我没想明白，就是谁给你丈夫开的门。 所以不甚冒昧，唐女士，麻烦你留一下指纹，我们也好做个比对。龚老师，您是怎么发现的？知道我们跟王志革这类人有什么区别吗？ 一名凶残的罪犯，在作案的时候不会考虑被害人的感受，更不会考虑被害人家属的感受。他们不会顾及道德、法律，甚至感情。有时候他们显得很强大，甚至比我们还强。那是因为他们根本没有底线。可我们不同，我们追捕这些人，就是为了还被害人一个清白。 同时也要捍卫法律，所以我们不能以违法做代价去惩治犯罪，否则的话，我们跟王志革这类人还有什么区别？还有，抛开王志革清理现场一贯的强迫症作风不说，但那辆车的脚垫明显新到还有橡胶的味道。 一看就是作案以后换上去的，而且属于长爱的内裤上的那一截线头，其中一端有明显的切痕，也明显是剪切过的。当我的徒弟，做手脚也不能做得这么不专业，说出去丢人。